上期我们提到苏美尔，他们自称黑头人，是较早使用车轮与铜器的民族。神庙建筑的出现，衍生出新一代的文明文化。无独有偶，他们也曾提及上古大洪水事件。此大事件出现在他们的统治王表中。苏美尔人统治的王朝最后出现的年代是公元前1792年。从他们的出现一直到退出历史舞台，也曾经有过混乱与外族的融入，但他们的王表却还是详细地列出各个王的名字与统治时间，基本可以划分为大洪水之前、大洪水之后、外族融入前、外族融入期、后复兴时期。后两期的统治时间可以对应上考古认证。至于前三期，从他们的文献中越是往前，统治年份便更长。虽然有些有考古证明，但时间是否有夸大，还有待证实。比如在外族融入的前期，一共有56个王，总年份为8108年，平均每个王统治了144年。如果记录属实，第三期的第一位王将要推前到公元前1万多年。我们再往前看，在大洪水的前后两期，数字更是不可思议。这里必须讲解一下，他们的时间数字测量采用了60进制，1小时有60分，1分钟有60秒。此外，更长的年份有1索斯为60年，1涅尔为600年，1沙尔为3600年。许多宗教记录都有提及曾经有人活了900至1000年。第二期的大洪水后期便是如此。这期的第一位王朱苏德拉更为长寿，他被誉为长寿者的大洪水英雄，是一位劫难幸存者。由于某种原因，上界决定降下洪水来毁灭世界。一位上界的神人恩基告知朱苏德拉，必须尽快打造大船来度过可怕的7日大雨风暴肆虐。当洪水渐渐退却，在一处渡口上初次见到了阳光升起。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带领大众度过劫难。第一期的大洪水前期，他们的王甚至活到上万至10万年。或许从不同的世界降临到地球上。记录中显示，共有8位王统治了67个沙尔，平均在位31150年。这印证了那一句话：君权神授。人类毕竟太过渺小，管他谁王谁非王，只有真心的付出才能被眷顾。
才能照顾更多更广，让世界美好光明。上古事件传千载，王朝更替换舞台，凡人终究太渺小，唯有真心神自来。